这大概是我今年玩过可动性最好、最漂亮的女性人形可动人偶，由 Metal Engine 出品，真义路林凤娇。在模型立项阶段时，我就被官方发布的展示图细腻的表情吸引到了，勾引也算。形态优雅，姿态曼妙，既显高贵气质，又不失妖娆妩媚之态。布衣设计与可动特性，简直就是天生的模特。只要有对应比例的场景，风格鲜明又具有辨识度的出片，简直不在话下。那回归好看的事儿，这个模型之所以吸引到我，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脸做得特别精致，有3种表情，并且每款面雕都是有可动眼的设计。脸颊的红晕，飘逸的耳饰，柳叶般细长的眉毛下是细腻柔和的眼影，眼角点睛般的泪痣让角色显得更有感情。变雕的剃款方式也有些门道。去掉前刘海过后，后脑勺发饰也会松开，整个头部是有完整头壳的，头壳中空，附赠了一个可以收纳在里面的金色大脑。可以说后期厂商可以在素体不变的基础上，就算是只出面雕和发饰，也能增加模型的玩法和可玩性。其次在布衣的设计上还是下了些功夫，服饰打扮很精确，裁剪得特别合身，特别简约的造型与花纹细节把独特的风格和个性都展示出来了。但面料感觉有点少这让我有点担心过审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。模型配备了3个武器：符咒、粘附枪、铜钱斩魔锯，还有凝体灯，均采用了荧光橙的配色。锯子上的金属蓝与金银的发色也相当漂亮。枪的胶带部分附赠了贴纸，让武器看起来更生动真实。灯的外围使用了透明零件作为灯罩，一只羊体被封印其中，飘带顺势而下，十分精致。接着是武器存储管理这事儿这个收纳箱设计的挺有个性，橙色与灰色的搭配很时髦，还提供了各类图案的贴纸，并且有一定的荧光效果，贴了看起来倒像这么回事儿。打开收纳箱，里面是采用高密度的 P1 材质做的，也就是咱们小时候估计在家里都买过的像拼图的泡沫榻榻米。上次看到这种材料是在假面骑士腰带的收纳盒里，那内购的造型刚好能够完美存放3个武器，更像了。另外，箱子的边缘设计了磁吸的结构，打开和关上的时候特别顺滑，这个设计非常加分。模型配备了4对手型，分别是比心手、握持手、抓人手、挑逗手，已经能应对大部分的环境，希望后期会继续跟进手型配件。那最后则是可动性此次在小比例模型中首次采用了全新的素体设计，柔软的硅胶胸部与胯部，以及灵活的可动关节，脖颈处的一体性让关节穿帮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在肩关节活动时也能对应关节进行包裹，而胯部的衔接表现良好，均展现了人体的自然曲线之美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可动性，先撕掉符咒。头部的话是有360度的旋转，毋庸置疑，前后有轻微的一个幅度，但是整体它的一个可动结构其实是埋到这个软胶件里的，所以它可以做一个强抬头和强低头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并且在肩膀的位置可以进行平面的抬举，当抬举到一定幅度的时候，手是可以把它塞进去，然后肩膀的这个软胶件进行平齐，就减少了一些穿帮，同时关节也可以往外进行拉，然后做出一些更夸张的动作，比如说把手抬到这边来，或者是将手环扣在背后，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大臂有一个平转关节，曲肘的程度接近是90度以上，手腕的话是一个很普通的圆球关节，这里包括抬手、曲手和旋转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接着来到腹部，腹部可以做出往后、往前，也是相当夸张的一个表现了。再往下到胯部的位置，这里就是一大个软胶件了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红色的小零件，这个零件它的本身的材质也是软胶，但是它的柔软度会比它的胯部和胸部更为柔软，我轻轻扒拉一下它就已经软掉了。胯部的中间部分不能看的地方，它是有一个裤子涂装的，然后来看一下往前踢，往前踢的动作再往上几乎能到这个位置都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归位后侧踢，侧踢幅度甚至能够行一个不只是平台甚至能超过平台的这个距离，然后再归位。后踢的话
因为是软胶，所以后踢的角度也是非常的大。那每次活动后都需要把这个关节然后塞进它的软胶件里面。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屈膝角度可以大于90度，在脚踝关节的位置有一个前后和左右轻微的一个接地性幅度，所以它的接地性整体来说是很强的。包括它是一个非常难得你可以去做二郎腿的一个角色，当腿抬起来过后，这边立直，然后这边轻微一翘就过来了。像别的模型的话，它的大腿内关节在大腿内侧就很难这样去闭拢，而它是可以很自然的去闭拢，包括交叉腿看起来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。看完可动之后，大家对这款模型的感受如何呢？我觉得可动人偶好掰比好看更重要。1:10的比例虽然让这个可动人偶跟其他玩具搭配的时候有点难度，但真正玩起来的时候手感是真的顺滑。哪怕旁边摆了一个 SHF 模型，我也更愿意先拿着它开始玩起来。这个模型的高度是18厘米，和正常的1:12的模型对比起来会高一些。模型的关节活动性非常人性化，玩起来也是真心舒服。说真的，可动人偶嘛，最重要的就是玩起来得劲儿。如果有视频中没有讲到的，或者大家想问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沟通，我也会一一给大家回复。之后遇到好玩的模型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。最近说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啊。那我是侯奇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